朋友好，我清河，我现在正在临沧市的双江县。上一期探钓结束之后，我找了一个废弃房，躲过了一场极端的天气，然后把我的露营装备都收拾了一下。现在这两天天气开始好转了，我已经准备好开始下一场探钓之旅了。现在是中午的12点半了，今天已经跑了70-80公里，现在已经非常接近我们要去的位置了。我们这一次的目标依旧是一个山顶的水库，但是比上一期的更小，也更加偏远，很有可能要走挺长一段的徒步路线，相当的具有挑战性啊。每次探索的路上，总能够遇见各种各样不同风景的小村庄，也许就是哪位正在看我视频的朋友的家乡呢？这种感觉也是相当棒的。好像是这边，好像是。哇！现在要开始走一段土路了，不知道能不能走得通。我靠！要不找个平整一点的地方就停车吧，有点怂了。这个路不是很烂，但是已经走土路进来挺远的了。先往上走2步看看情况吧。看这个路的痕迹，已经很少有人进来了。一路上来都是种茶的地，然后这边的路还行，能走。哎，试一下吧，到时候哪里上不去就在哪里停吧。这样上去还挺远的，要到山顶那里去。这边还有几个这个棚屋，这个天阴沉沉的，不会下雨吧？刚好可以在这边露营。先停一下吧。从这边上去，然后沿着这个山脊线往那边走，应该就能到了。但是我不确定这个路能不能走摩托。我在地图上面看到的痕迹的话，就到这一块，然后里面的话，这个路迹就比较少了。从这边进去就是林区了，即使是这个路能开摩托，也是很难走的。该怂的时候还是要怂的。把车放到这下面吧，然后开始徒步进去。现在已经是下午的2点半了，终于是把这个装备全部收拾完毕了，估计花了有1个小时吧。还没吃午饭，现在得先吃个午饭才能出发，不然的话没有力气。看了一下地图啊，还好这个路线不算太远吧，2.5公里左右，最多1个半小时就能搞定了。
刚开始进山就遇到野果了，有没有认识的朋友？这个能吃吗？树上好多啊！这边老乡砍了好多这个树枝下来，应该是能吃的。果肉软软的，里面的核像是桃子的核，闻起来倒是像能吃的样子。不过不认识的果子还是不要随便吃了。好久没爬山了，现在有点吃力呀。现在这一路都在上坡啊，有点累。不行，休息一下，肚子有点痛啊。估计是刚吃了东西就开始运动的原因。这个风吹的刚刚好啊，凉快，然后又没有要下雨的痕迹。OK， 继续出发。现在海拔是2250米，还可以接受，不算好高海拔。这个位置路线有分叉，外面一条，这里面一条。然后刚刚看了一下地图，这边是林子，看不清楚路迹，先走里面这一条吧。这个背包背带这里嘎吱嘎吱的响，可能是背的太重了，超过它这个能力了。哇，这两边原来是一条路啊！听到了吗？蝉的叫声。刚刚好像打雷了，不要啊！难道又要雨天探钓了吗？这次我只带了一件雨披呀，真打雷了。行吧，来都来了，继续往前走吧。为什么每次在我出发的时候晴空万里，一进山就开始雷声轰轰，阴云密布？下雨了。走吧，问题不大。哇，这个林子里面乌漆嘛黑的。
还掺杂着冰雹，打在手上有点疼啊。冷冷的冰雨在我脸上胡乱的吹。这会不会是一条近路呢？现在下到这个山谷底下，应该就快到了，还是沿着大路走吧。到了，下面已经看到水了，从这边绕下去就到了。这好像不是个水库，是个山塘啊。这个山塘就先不看了。刚刚从上面下来的时候，看到里面有个房子，然后路上有这个牛粪，还隐约听到了铃铛声，应该是有养牛的地方。看一下进去能不能躲雨。这里就能够看到大致的全貌了。这个应该是个山塘，应该有鱼。一个危房，这要是不下雨的话，多好的营地啊！有点危险呢，但是还是先躲一躲吧。没有大风，问题不大。又是湿漉漉的一天，等这个雨停了，我们还是要到外面的草地去扎营。今天没有穿雨裤，这个裤子湿了一截，外面这一件速干的倒是没事，里面有一件抓绒的，就是全湿了。现在4点钟了，走了1个多小时吧。这个雨要是能够快点停的话，还能去钓2竿。如果又要下一晚的话，那就没办法了。OK， 雨停了，水库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，然后现在从这边过去，去看看水库的后面。下完雨过后，现在好冷啊！好多的蕨菜啊，都是刚刚冒出来的。这个山坡上应该有很多。看起来确实是个山塘啊，就这么一点大，应该是有鱼的吧？看就这么大，到前面没了。然后刚刚我们从那边过来，也只有一点。然后这边找到干净的水源了，看看哪里都有钓鱼佬，这个纸线板，还有饵料袋。这边还有一个老钓位，这里还有网，我去。OK， 现在回去找个位置把营地搭起来，然后可以过来4两竿了。出了一点太阳，舒服了。我现在有点纠结，我这个帐篷放在哪个位置好一点？这边地上全都是牛粪，
如果牛群在这边过夜的话，一方面我担心会拱我的帐篷，但是另一方面的话，跟牛群一起过夜就不用担心被别的动物侵扰了。不过这个地上牛粑粑确实太多了，没有一块好的地方。准备就选在这个位置吧。这边刚好是一个避风位，把这个牛粪清理一下。本来想选在那个小平台上的，但是那个是个风口。这牛粑粑还是新鲜的，我去，得把这个地皮都给铲掉。营地弄好了，找了点枯枝，把这个帐篷前面围了一圈，有一个小小的活动空间，还不错吧？又把装备收拾了一下，现在都已经5点半了，赶紧过去甩两杆吧，今天晚上就不夜钓了。先在这个位置试一下，先试试水深吧。这个太阳马上就要落下去了。这个位置可以啊，4.5米的杆，有个2.5米的水深，打2个方块。这个牛群好像只有这么几头啊，7、8头。开杆开杆，线组还是1.5加0.8，5号的1豆，这个地方应该不会有能够切线的鱼吧？按照我的经验来说，这个位置能够钓一点小鲫鱼、小鲤鱼，我已经很满意了，期望不是太高。先多抽几杆，窝子没有那么快。会相当，相今天我就那里钓了，钓不到，他们是钓到的，昨天钓了好多。5点钟的时候刚开始下竿，就小鱼都没有吗？鲫鱼这里，那鲤鱼有吗？鲤鱼没有，只有小鲫鱼。以前有草鱼，看被他们拉完了。这里没什么钓的。果然哪里都有钓鱼佬啊！刚刚那个钓鱼应该就是下面村子的，他刚从里面那个大水库出来，翻过这些山，山的那边有一个大水库，距离我们这里应该有个5、6公里的距离了。然后从我这里到下面村子的话，也有个5、6公里的距离。开摩托走这种山林小道，开个10多公里是真的厉害。就那么这么宽的一条小路，马上就要天黑了。加了一只6.3米的杆子，但还是没口啊。现在好冷好冷啊！7点40了，今天就先不钓了吧。
明天换个位置再试一下，总不会像钓友说的这里面真没鱼了吧？刚刚进去接了点水，现在回营地吧。牛好像不在这个棚里面，不管它，先回营地。哎呀！筷子又忘记拿了，随便折了一根树枝。今天晚上还是吃泡面吧。今天就先这样了，早点休息吧，朋友们，晚安。朋友们，早上好啊！现在已经是早上的9:40了，太阳从这个山的后面升起来，我们的营地这边没有被第一时间晒到，睡得还挺舒服的，都不太想起床了。早上吃2口泡面对付一下。走吧，上钓位。下一顿是吃草呢，还是吃肉？就看我们能不能上鱼了。那边打了2个新窝子，这边就先不打了，先钓1个小时看看情况吧。无聊到拨这个灯芯草玩，没口啊，这个风太大了。来口了，感觉有点大。刚刚去那个新钓位试了一根，哇，这是个面，我去，这么大啊！我还说这是个面条竿呢。我去，卡进去了吗？没有抄啊，没办法，只能把它溜翻。软竿虽然护线，但是溜鱼是真的累，尤其是在没有抄网的情况下。哇，这估计也有4斤了。好肥呀！得吃！哇，开门大礼啊！4斤，妥妥的4、5斤，跟我那一条在澜沧江钓的差不多了，0.8的线上的。哈，哇，现在是抄网没有，鱼护也没有，得想个办法把这个养起来。
真的漂亮，这个鳞片。看来是彻底溜翻了，都不动了，拿了根绳子绑着，就这样养吧。OK， 朋友们，看来这个新位置是发窝了，我们现在就来这边钓。开门大礼呀，太爽了。6.3米的杆子，水深2.5米吧。漂没调好。小家伙。小板鲫。哇，身上好冰啊！漂亮。我操！我操！我刚才想把这个鲫鱼绑到绳子上的，结果刚刚一松绳，鲤鱼一冲跑了。我靠！啊，好难受啊！现在心里落差好大。刚一松绳，准备绑上去了，结果一发力跑了。现在就只剩下这一条鲫鱼了。啊，我的鲤鱼啊！唉，算了，反正这条大鲤鱼到时候也要放的，这种大的我基本上不会吃的。不行，得让我平复一下心情先。唉，刚刚确实有点得意忘形了，不过有一条就有第二条，继续吧。我的大鲤鱼啊，如同昙花一现，转眼就不见了。现在中午实在是没口了，先回去休息一下，然后去采一点那个蕨菜吧。如果实在钓不到鱼的话，晚上就只能吃点野菜了。一条鲫鱼估计也不够吃啊。这几头牛昨天晚上应该就一直在这个山谷里面。好像是耕地的牛，有点想怼我的感觉。头上的角被锯了。我往前走一走，看一下它跑不跑。它不跑的话，只能我跑了。OK， 还行。这边就有挺多蕨菜的。哎呀，有点老了。感觉都不是太嫩，这个长不高，它就有点老了，可能是这个地有点贫瘠了。山坡上这些好像更嫩一点，但是长得不多。
下面那些地方应该是老乡割过一遍，它才长得那么多的。有点凉快哟。OK， 差不多够了，可能都吃不完了。这个还要处理一下，把这个头上去掉，然后只挑一些嫩的这个地方留下来。根部这里基本上都太老了。挑了一些品质还可以的蕨菜，撕成2半，拿盐水泡着，这个晚上再做吧。这个气垫晒一下，那个睡袋也晒一下。现在已经下午4点钟了，随便吃一点吧。这个猪肉蛋卷罐头，还可以。这2个位置之前都补了窝子的，现在我们要悄悄的下去。中大鱼的往往都在第一竿。下午7点钟了，我都准备收了的，结果来了一口，还脱钩了。现在飘了一点毛毛细雨，但是来口了，那就再钓2竿吧。今天就中午12点钟最热的时候上了1条鲫鱼1条鲤鱼以外，其他时间就是一口都没有了。哎，收吧收吧，这2竿又守了1个小时啊！这里面的水温实在是太低了，鱼都不怎么活跃，窝子聚不起来，更何况是晚上了，鱼顶不顶得住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顶不住了。把这条唯一的鲫鱼处理了吧，好歹也算是没空军了。砍了一点柴火，一会儿点个小篝火吧。晚上实在是太冷了，那就准备炒菜了。先把这个蕨菜焯下水。起锅烧油，加入蕨菜，来一点蘸水，
这个蕨菜一定要搞到10成熟，我才敢吃。煮个鲫鱼汤吧，这个鲫鱼汤给人一种清汤寡水的感觉。把这个罐头也倒进去吧。搞定搞定，赶紧把篝火升起来吃饭了，菜都要凉了。今天晚上的菜系有点奇怪呀，这个鲫鱼蛋卷汤，炒蕨菜。先来整一口热汤开开胃，开饭吧。这个蕨菜。味道还行，但是有点苦。这个蛋卷还可以，有一股鲫鱼汤的味道。来尝一下这个鲫鱼吧，哇，挺鲜的，就是刺太多了。所以说鲫鱼煮汤比较合适。这个汤确实不错。哦。准备休息了，朋友们。今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好冷啊，这个鼻子都堵住了，说话都不利索了。明天见吧。OK， 朋友们，咱们露完营之后，尽量把营地都恢复原状，现在准备撤离了。
安全撤离了，朋友们。出来的时候还是比较轻松的，刚好花了1个小时吧。哎呀！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一视频到这里就先结束了。补充一点能量，我也准备出去了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